人民转职游戏融合现实，一些动植物都能变异成怪物。有人觉醒了战斗职业，有人觉醒了辅助职业，而我却觉醒了公认最弱的科技系，只能靠维修小家电维持生活。哎，最弱的科技系，还是躺平当个普通人吧。就连面前这位大妈都比我强，觉醒了战斗序列的职业，力量大幅度增强。别说单手拎电视，就算是单手提2个煤气管，一口气上5楼都不带喘大气的。哎，小周，我这电视坏了，你给我看看啊。行，刘大妈，我给你查查。小周，你这个科技先驱职业修家电真方便，哪像我那个倒霉儿子，转职成战斗系的暗影刺客后，每天就是下副本，家里的事一点也不管，挣的钱虽然特别多吧，但是没有你这个安全啊。每天动动手就能挣点小钱，随便爆一件低级的稀有装备，就能卖上几万联邦币，就是太危险了。行，你儿子很能挣钱是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刘大妈，你电视的显像芯片坏了，换不换呀？换呗，要不然我晚上还怎么看电视剧？行，1500联邦币，这么贵？这还贵啊，刘大妈，我给你用的2手芯片，原装的要3000多呢。修吧，1500就1500，买个新电视最少也得7000多。行，那明天你过来取。李老板，我这里有一个几乎全新的高级显像芯片，收不收啊？收，3700联邦币。行，你过来吧。挂断电话，周涵拆开电视，把里面的高级显像芯片取出来，又装上一个价值700的2手低级显像芯片。而刘大妈的电视只是有一根电线短路而已，随便焊上一个用不了20块钱。周涵则里外里狠狠宰了他4500。您成功修理了一台碎坏的液晶电视，检测到家电修理数量超过1万台，科学的修理系统已存入光脑，激活奖励组装核弹技能书1本。不会是光脑中病毒了吧？呵呵，技能属性虽然很强，但是需要20分钟的组装时间。最弱科技系果然名不虚传，有系统给的技能书又能怎么样呢？虽然带有唯一字样的技能书无比珍贵，全球绝对没有第2本书。虽然技能很强，但过长的组装时间和冷却时间让这个技能变得鸡肋无比。检测到宿主为科技先驱职业，是否使用技能进化点？天赋点反正留着也没用，试一试进化。毁灭级，外面最高不是才圣灵级吗？进化后的组装核弹简直脱胎换骨，堪称残暴。1%的最大生命值伤害提升到了5%，也就是说，一个满血的敌人如果只是站在核弹辐射范围内20秒就得挂掉。不仅如此，组装时间便竟然成了2秒，冷却时间变成了5秒，只有3秒的真空期。进副本核弹能放到爽爆，拥有一身毁灭级技能，去哪不得横着走。45级5人小队带干枯大地噩梦难度，每人3万联邦币，不包装备。16级重甲战士求组啊！哥们，你跟我开玩笑呢？带你还不如带我家旺财进去呢。科技是爬远点啊！我看你长得一表人才，为什么不去修家电呢？啥？你就是修家电的？滚！碰了几次，周涵黑着脸直接自己开了个队伍，并扯着嗓子喊了起来：干枯大地普通级，15级科技系带队了。队长会组装核弹，装备按照职业需求分配。15级科技系带队，是我听错了，还是我听错了？你没听错，他还会组装核弹娘，笑尿了！15级就会组装核弹，20级还不得组装高达。那个能不能带我一个呢？我是战斗系的黑暗召唤转职，核心天赋是召唤物亲和，加强召唤物的亲密度，提升攻击力。但是我只有一个食腐乌鸦技能，而且攻击力很弱。召唤系要是没有大量资金支持购买强力的召唤技能书，也是组队非常不受待见的职业。这个女孩子看样子就是家境不好，自己和她多少也算同病相怜。无所谓，我会出手，你就跟在我后面。干枯大地普通级，15级科技系带队，会组装核弹，只要冷门职业了，热门职业滚，还有3个位置。很快喊话就起到了效果，片刻后队伍满编，3个都是生活系，他们的职业分别是：包子达人身上背着一个蒸笼，里面装着能略微恢复 HP 和 MP 的包子；菜刀掌控者腰间挎着一把切菜刀，沾点战斗系的影子；板砖狂徒2只手里各握着一只轻式板砖，一看脑袋就不怎么灵光；再加上黑暗召唤手里的烟熏烧火棍，看起来不怎么正常的5人小队向着副本入口走去。你敢信？被公认最鸡肋的科技系职业，竟然当队长极其奇葩5人组，要去闯荡副本。其中1人背着蒸笼包子，1人腰系菜刀，1人双手提搬砖，更过分的是还有个手拿着一根乌漆嘛黑的烧火棍。那我可选择进入了，你们想退出还来得及，进去可就不能反悔了。
哈哈哈，还真是敢死队呀！你看着吧，这个科技系准把他们4个给坑死了。就这个组装核弹就知道他多不靠谱了。我在交易行根本搜不到这个技能书，长得一表人才，没想到人面兽心啊，自己不想活，还带着4个人去送死。哎，我是记者王淼淼，我现在已经到达干枯大地副本，为您带来第一手情报。王淼淼作为专业记者，相当知道怎么拉起观众的情绪，他声情并茂地讲述着，并把周涵描述成了一个反社会人格的亡命之徒。所有观看直播的吃瓜群众被调动起了情绪，事情热度之高，就连官方都介入了进来。与此同时，周涵5人进入了副本之中。我们过去触发10倍开始吧，只要过去触发10倍，就会有数波小怪出现，清掉小怪后，真正的 BOSS 大地傀儡就会出现。出来把持腐呀！先吃一个包子吧，能给大家加一层护盾，等会打起来我给大家做回血包子。才200滴血吗？太简单了吧。虽然只有200滴血，但是架不住数量多啊。我的攻击频率太慢了，蚂蚁马上就冲围过来了，我们扛不住这么多啊。你们几个休息吧，剩下的交给我，别怪我抢你们经验啊。我们来拖住蚂蚁，你快点组装核弹。是啊，我们给你争取释放时间。哇哦！你刚才用的是什么技能？我应该是产生幻觉了，我看到了9万多的伤害数值。真的是核弹呢，用手搓出来的。师傅，你到底做干什么的？我是修家电的，会手搓核弹很合理吧？这才是15级科技系应该有的伤害啊！是啊，刚才的9万到底是什么情况？快攻击！队长的技能已经进入冷却了。还是我来吧，快点打完好，换个难度。现在这个难度就够吃力的了，还换难度？虽然你的核弹技能可以瞬发也非常猛，但是这个副本有5波怪呢。是啊，我们能不能听到 BOSS 还难说呢。早知道让你留着核弹对付 BOSS 了。哎，留什么技能？我继续放核弹就行了呗。你说什么？这真的是15级最弱科技系能做到的事情吗？你这是开了什么科技与狠活了吧？靠，开局手气就臭了。还不错，正好我这种职业没有观察 BOSS 技能。喂，爆了一件蓝色装备，正好我缺这个技能，可以给我吗？别说你需要了，你都拿走我们也没意见，我们只要升级就行。升到足够高级以后再来这种小副本打爆就没有任何难度了。小心，快回来！队长，快跑啊！伤害这么高，还好身上有包子达人的护盾包子效果，没有伤到我那可气的是。啊！恭喜您升到16级，主属性智力加10，获得可分配自由属性10点。才2万血啊，必须换个难度了，太没意思了。可怜的 BOSS 一下攻击没打出来，直接混成了白光，只在地下留下了许多白色光环，证明他曾经来过。检测到您的队伍平均等级为15级，刷新了全球干枯大地普通级通关时间，请填写您的代号并领取隐藏奖励。与此同时，副本入口处极其热闹，
因为身为罪恶科技系的周涵竟然带着4个人前往副本送死，导致这里聚集了一大批吃瓜群众来围观。刚才那小子想加我的队伍，被我一口否决了。他是什么人？他是科技系呀，没法的，你知道吧？他刚才也想加我的队，你猜他是干啥的？修家电的。哈哈哈，不好意思，我应该替那4名死者哀悼。你小兔崽，好，你推我干鸡。那两人看清对方的长相后，立马缩了下脖子，灰溜溜逃走了。这人可是最近风头正劲的暗影刺客，一名44级并且即将一转的大佬，在新人副本这里，相当于所有人都跪舔的存在。要是惹恼了他，暗地里给干掉就完蛋。我认识这个丧心病狂的科技系，他叫周涵，在江北商业街开家电维修的。您是怎么认识他的呢？姐姐，因为我妈经常去他那里修家电。这人正是碎嘴刘大妈的儿子，暗影刺客王栋。他一直看周涵不顺眼，因为周涵长得比他要帅许多。他那张黑色蒙面相是一张麻子脸，外加一口暗黄龅牙，任何比他帅的人，他都会对对方抱有敌意，尤其是周涵。我跟你说啊，那个周涵长得真的太丑了，猪一样的耳朵，大象一样的鼻子，一排龅牙。每次我回家路过，他都坐在门口，看到我就吐了，还因为这事我暴瘦了30斤。家人们谁敢信啊？这4个人怎么就心甘情愿的和一个长相奇丑如同怪物的男人去副本了呢？我不理解啊。反正一回死无对证，周涵丑陋的形象被全国人都记住了。让你那么帅就算了，还每次路过都用那笑起来迷人的眉宇间却又带着淡淡忧愁，如同书中高贵且忧郁的王子跟我打招呼，你和我打招呼就是在笑话我丑。附近人员请注意，下面报道一则消息。来了，他们真的死在了里面。4个人啊，是活生生的4条命啊！希望下辈子投个好胎，大家以后警惕科技系的糖衣炮弹。这个讨厌的周涵终于死了。让我们恭喜科技系男神所带领的队伍成功刷新干枯大地普通级通关时间，全球副本排行榜已经刷新，可以随时查看通关时间。广播停止，副本门口死一般的寂静，他们等来的不是死亡通知，而是刷新了副本通关时间的通知。有人反应过来，去查看光脑里的排行榜。我了个大草啊，足足领先了第2名16分钟。科技系男神太他妈牛逼了吧！第1名的位置可是被星条国的人保持了很久。科技系男神壮哉我大华夏！难道是国家组建的氪金新人队，各种顶级装备技能拉满的那种？不可能，高等技能和装备都有等级限制，15级怎么装备？难道那名家电修理帅哥真的会组装核弹吗？他就算真的会用核弹，冷却时间也一定很长吧？难道是跟他进去的那4个人里有隐藏职业？都看我干嘛？你们也知道我刷新了干枯大地普通级的通关时间。科技系男神帅哥，我想要采访你一下。一会儿吧，我还要带他们4个刷新一下干枯大地冒险级的通关时间。什么？王哥你也在这啊？你家电视我修好了，一会一起回家吧，我先进去刷个排行榜啊。说完，周涵在光脑上选择了25级才推荐去的冒险级副本。5人在所有人的目光中化作白光，再次进入了里面。他说带他们4人刷个排行榜，我人傻了啊！排行第1有隐藏奖励的，他说刷就给刷了。我是傻逼啊！我怎么会拒绝了他的组队呢？啊，白白到手的隐藏奖励让我给拒绝了。如果一个核弹秒不掉，那就2个。开炮！检测到您的队伍平均等级为17级，刷新了干枯大地冒险级通关时间，已将您的队伍通关时间更新至排行榜，请领取得外奖励。选项1，随机抽取一件当前副本的普通圣灵装备，各个品质装备几率均为 16.6%。选项2，等级提升1级。刚刚在刷新普通级通关时间后，本想着都是 16.6% 几率，自己不可能这么倒霉抽到普通白装吧，还真抽取到了一件白装武器，还特么是一把饭铲子。随即抽取这个坑，我不可能上第2次当了。恭喜您升到19级，主属性智力加10，获得可分配自由属性10点。竟然只有10几件白装，估计能卖个4000的联邦币了，剩下最后一个箱子了。正好是你用的，拿着吧。给我。是啊，我组队的时候就说了，装备按照职业需求分配。可是这可是一件传说装备呀，非常值钱，你留着卖吧，我只要升级就好了。队长，你带我们升级就行了，这么贵重的装备你自己留着吧。这样我们又没出力，全都是混子，垃圾白装给我们就行了。
说好的就是说好的，而且没你们4个进队，我还没办法打副本。只要有你们能用的装备，我都会给，剩下的就别怪我收起来了。我们再出去组5个人吧，然后开始刷10人的噩梦级难度的排行榜。难道最弱科技系里真的出了一个隐藏大佬？周寒长得帅就算了，实力竟然还这么强！观众朋友们，就是这个人，就是他刚才诋毁科技系男神周寒，将他形容的丑陋无比。对于这种假消息，我深感歉意。我可以用命发誓，周寒本人长得非常帅，而且极其有礼貌。长得帅有个屁用，出来混讲究的是实力。那么请问你保持着哪个副本的通关记录呢？观众朋友们，你们也不要怪这个人说谎，我其实很理解他的心情。我曾经学过心理学，这种恶意诋毁他人容貌的人，其实心里非常自卑，因为他本身容貌就有生理缺陷，对于长相比自己好的人容易产生强烈敌意。我才没有生理缺陷，我只是长得很普通。理解，我们理解，你不要激动，每个人都不是像周寒那么完美。噩梦级干枯大地速刷队，19级科技系带队，再来5个冷门低级职业，热门职业滚！哇，科技系男神带我一个！爹，我错了，我刚才不该说你修家电，求求你带我一个。滚！凯仁少爷，华夏国那边出了个大新闻。就他们能有什么新闻？华夏出了个代号科技系男神的人，刷新了您干枯大地2个难度的排行。凯恩的代号就是噩梦深渊，常年霸占着排行榜第1的那个人。同时，他也是全球唯一一个60级玩家，等级排行第2的英国人才58级。凯恩打开了排行榜看了起来，花5年时间才打破我的记录，也真够难为他们的。什么普通难度，平均等级15级，3分钟通关；冒险难度，平均等级17级，还是3分钟通关？这不可能，大夏肯定是用了什么卑鄙手段来窃取的排行榜，让人给我去查。少爷，叶哥，这个周寒真的只是一个修家电的。修家电的怎么了？我以前还是乞丐呢。叶哥，韩蕊姐的意思是他怎么可能突然连杀2次通关记录，还是大幅度领先？你问我，我问谁去？算了，我还是将他的信息加密吧，其他国家很可能会打他的主意。那我去见他一面，了解一下事情经过。5年了，华夏终于出了这么一个猛人，或许他以后能在国战中替我们狠狠踢凯恩的屁股。一棍就好了，马上还有更恐怖的。知道科技系男生很猛，但是没想到竟然这么猛，技能范围大，威力高，冷却快，简直就是人形刷怪机器。恐怖如斯，现在的噩梦难度，光脑推荐是10个30级玩家来刷的本，而科技系男神自己一拖9就能单刷这个10人副本。噩梦难度真不错，以后就跳着难度打，升级还快。又轻，周寒顺利来到20级，获得了一个技能进化5波蚂蚁巢过后，也是傀儡 Force 再一次登场。这次他身体表面出现变灰色的本体变成了泛着幽深光泽的纯黑色，整个体型变成了原本的2倍大，尤其是那双石头眼睛还冒着渗人的红色光芒。糟了，是隐藏形态的 BOSS。隐藏形态的 BOSS 只有极小几率出现，它相当于原本 BOSS 的3倍强度，而且技能也发生了变化。基本上碰到隐藏 BOSS 的队伍，很大概率会团灭在这里。隐藏 BOSS 很厉害吗？核弹的爆炸炸掉了他3万多的血量，辐射伤害的最大百分比每秒扣血2万多的伤害，也不是没办法打。你过来啊！岩石傀儡被打入2阶段，竟然养活了我们的，还多多。似乎是被放风筝打击眼灭，一股股透明的冲击波在他四周向外扩散出去。黑色岩石的身体蒙面化显然是在向着第2阶段狂暴形态转变。我丢，2阶段变身的时候居然还有无敌机制。副本 BOSS 的第2阶段和第1阶段比，简直天差地别，攻击欲望提升，整体速度加强，甚至连技能的使用方式也会出现变化。队长小心啊，他放技能了。受到大地震颤效果影响，进入30秒移速缓慢状态。还好 BOSS 的这个技能是主要是让目标进入缓速状态，伤害并不算太高，但这一发冲击也将500点的包子护盾清空，顺便打掉了我500血。卧槽，你玩真的啊？
干得漂亮！此时黑暗召唤手里拿着泛着金光的黑暗拳杖，先前的五波蚂蚁拳已经让他顺利升到了20级，刚好可以使用这本传说级装备的召唤技能。有了召唤物拖延，随后的事情就简单明了了。苏街上空，大地傀儡凌空飞起，正要砸向周寒的时候，暗黑召唤直接召唤傀儡，在傀儡方用了好几枚核弹，终于击败了隐藏王。9个人非常默契的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只等着要周寒丢过来的装备，没有一个人上前去摸那些光环。这鞋子不错，加速度配合核弹，真的溜，不错不错。哇，圣灵级装备太帅了！我可是第一次看见这种装备。能不能让我摸一下？我估计这辈子也就看见这一次圣灵级武器了。羡慕啊！这种武器也就你这种大佬能用了。恭喜您获得圣灵级武器，已自动为您更新至武器排行榜。您的武器评分当前全球排名为50，武器属性已自动为您隐藏，他人只可观看名称。与此同时，全球所有职业者都收到了武器排行榜变更的消息。大熊国武器排行榜第3的卡巴洛斯基，竟然又是一把圣灵级！全球现在加起来一共就50件圣灵级武器吧？科技系男神没听说过。卡洛巴斯基又出现了一把圣灵级武器。我用你说，这是在哪个秘境里爆出来的？你不知道吗？这是科技系男神在干枯大地噩梦里爆出来。神王竟然是副本里出现的，他难道碰见隐藏 BOSS 了？副本里出现圣灵级武器的几率几乎说是极低，除了隐藏 BOSS 的掉率落外，正常的 BOSS 几乎说是不可能掉落。5年时间，仅仅有2件圣灵级装备是正常 BOSS 掉落出来的。他竟然在平均等级20级的情况下，只用了5分多钟就速度了有隐藏 BOSS 的噩梦级干枯大地。你说什么？20级5分钟？苏卡，华夏国什么时候出现了这么个怪物？另一边，被气晕过去的王栋从病床上悠悠醒来。王淼淼不愧是一个专业记者，在他晕过去的第一时间就呼叫了超速救护车。把钱一交就能出院了啊！你还是我第一个见到气晕过去的年轻人，有多大事值得你这么生气？不提还好，一提王栋又开始生气，他的光脑就响了起来，是他打保队伍的队长发来的通话。怎么了，队长？王栋，你干啥去了？怎么刚才联系不上你啊？刚才有点事情，你说。哦，没事，我是告诉你一声，你的武器被挤下排行榜了。自己的武器可是一把50级的传说级匕首，而且属性还特别强力，其中一条就是佩戴者等级需求负10级，这也让这把武器的评分也非常高。虽然只是最后一名，但是也算自己的一个金字招牌。没想到科技系男神这么厉害，5分钟就速通了噩梦级干枯大地，还包着一把圣灵级武器。你说什么？又是他？他立马挂断通话查看排行榜，结果接替他排行榜位置的正是科技系男神，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周寒。刘大妈这时给王栋发来一条语音留言：儿子，回来的时候去小周那把电视机给我取回来啊，晚上我还要看花样美男的选拔呢。周寒，我与你不共戴天。我还剩7次进入副本的次数，我们一直刷这个难度吧。地狱级就暂时先不去了，毕竟我现在还穿不了30级的装备，打起来咱们都有危险。面对周寒的提议，9人一致点头同意。行，那咱们就出去再进来。科技系男神，求求你带我一个。科技系男神，大帅哥，我是王淼淼呀，你答应让我采访你的。周寒立马点击光脑进入了副本中，然后就是每次周寒打完副本出来，立马围上来一大群人左呼右喊，甚至里面还有人陪睡求带，还特么是个男人。人群中混迹着一个红发少女，正是先前在机密会议室里的那位。他看着疯狂的人群摇了摇头，立马开打光脑开始呼叫起来。这里人太多，把他的店铺位置发过来，我只能晚上去和他碰面了。将最后一次 BOSS 送上西天，他也顺利升到了27级，一天狂升12级。他带的队友只是蹭经验，也来到了25级，这是另外9人做梦都不敢想象的事情。水晶上火，周寒等人一连7轮终于刷完副本，还爆出了排名前50的极寒炮。此时刚退出副本的周寒正被记者王淼淼拦住了去。科技系男神，我是华夏新闻的记者呀，你还记得我吗？人山人海挤得周寒一阵头大，甚至连脚都挪不动。这时，一群全副武装的联邦警察围了上来。都散开，都散开，再从这里围着全都抓进去关起来。这么低级职业者，
哪敢跟联邦警察作对，立马脖子一缩，纷纷向后退去。我是记者，我受到法律保护，有权在这里。警察也不好使，我可新闻直播着呢。警察再厉害，你能当着全国这么多观众的面铐起来我？今天我必采访科技系男神。收到上面的命令是让这里的人群都散开，保证一个叫科技系男神的人安全离开。局长来了都得被铐起来，别说你个小记者了。奇怪，王哥去哪了？不是说好了一起回去吗？你家电视还在我那呢。刚回到家中，把副本爆出来的装备挂上光脑交易平台上，王栋就从外面走了进来。王哥，你是来取电视机的吧？怎么今天没等我呢？呵呵，那会儿有点事情，我就先走了。是吗？那你先坐啊，我去仓库给把电视机抱出来。王栋看着那间小房间，眼中闪烁浓浓凶光，一把幽暗锋利的匕首忽然出现在他手中，正如先前采访时被王栋推开的2个职业者所害怕的一样，如果被暗影刺客盯上，很有可能在毫无察觉下被人干掉，甚至连一点证据也留不下。王栋看着那间小房间，结，这一套连击就连45级重装骑士都扛不住。王哥，人呢？周涵，给我死！我要干掉你们俩！难道我要死在这里了？嘿！你竟然用电视机砸我，还是我家的！王哥，别怪我下手太狠，我可是听到你说要干掉我们2个了。谢谢。还好板砖狂徒送了我几块板砖，要不然还真没什么顺手武器制服他。喂，警官，我这里有2个神经病打架闹事，我家房顶都他们被给打漏了，你们快来把他们抓走吧。叫啥命啊？周涵。性别？你难道看不出来吗？问你话你就回答，哪那么多废话？你看着甜吧，你甜女我也不介意。哼，职业修家电的。那2个人为什么在你店里打架？你问我问谁去？他们莫名其妙的就打起来了，我可是受害者啊！还有我的屋顶谁来赔啊？你是受害者，那2个人可是被你给打晕了。所以呢？所以这或许是一起3方斗殴事件，你也脱不了干系，你已经是犯罪嫌疑人了。随后警员又问了一些杂七杂八的问题，当他听到周涵是科技系职业者时，明显哆嗦了一下。今天上午局长收到命令去某个副本门口疏散人群，以便一个科技系的职业者能安全离开那里。不过能受到这种待遇的人，应该都是一些知名大人物，要不就是哪个集团大佬的儿子，一个修家电的不可能受到这种待遇。忽然他又想起在光脑论坛里看到的一个帖子，上面表示今天爆火全球的科技系男神，好像本质就是一个修家电。科技系修家电，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自己这样给对方乱扣帽子，局长知道了不得骂自己个狗血淋头，外加停职开除，不会这样巧吧？不会吧？不会吧？我的警察生涯才刚刚开始，难道就已经要结束了？那个，你平时有什么爱好？我都成犯罪嫌疑人了，你问我平时有什么爱好？你哥这相亲呢，你还是看上我？他不会真的看上我吧？虽然我很帅，但是我真没有击剑的兴趣啊。我一修家电的能有什么爱好？每天就是修家电混日子。哦，你就不喜欢打副本，谋事刷排行榜？周涵看到对方脸上带着奇怪的笑意，心里顿时一凉。他果然是看上我，自己单是一个修家电的，对方就开始对自己有意思了。这个房间里可就自己和他2个人，要是知道自己就是科技系男神，还不得？我真的只是一个修家电的，每天就是混日子的那种。对了，我还抽烟喝酒赌博玩女人，妥妥的社会残渣。听完回答，警员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他脸上笑意瞬间消失，并恢复了吹胡子瞪眼的模样。我就知道你小子不是个好东西，没想到你自己全招了。你哥这套路我呢？片刻，审问室的大门被人一把快开。王警长好，这个社会败类已经差不多全招了。我招你妹啊！都是你自己在那里乱写啊！你有没有职业道德啊？干得好，看来你在这个岗位确实有些屈才。不屈才，我觉得自己还是要一步一个脚印从基层干起，升职最好不要太快。我明白了，明天你收拾一下东西，给老子滚去扫10年厕所，用你那张破嘴把马桶的每个角落都舔干净，滚！这里就没有一个正常人，对吗？完成1台，这里获得下次奖励，还需维修正儿八经的损坏家电99台。愁啊，上哪去找正儿八经损坏的家电呢？那个，我有东西需要修一下。
您修复了一台损坏的榨汁机，距离获取奖励还剩98台。修完后，周涵看着剩余的98台又犯了愁。黑暗召唤看着他一脸愁容的样子，心里十分震惊。他居然这么喜欢修家电，那我也能帮得上他的忙了。哦，什么？你说你奶奶认识好多阿姨大妈，家里有很多坏家电？对呀，我听他们抱怨过家电总是坏，修起来又很贵。回去让你奶奶和他们说，我这里修家电不要钱。啊，不要钱不合适吧？会有很多呢，只要是便宜点的话，他们很愿意过来修你。确实不太合适，让你奶奶和他们说，只要来我这里修一台家电，不仅免费，我还额外给50块联邦币，数量不限。50维修费真的太便宜了，你给他们钱。您修复了100台损坏的家电，奖励已经发放奖励，人造黑洞对撞机技能书为1，距离下一次获得奖励还需维修150台家电。人造黑洞对撞机，品质为1，圣灵级，主动技能效果，原地组装一台黑洞对撞机，设备对撞后形成一个具有吸附力小型黑洞，持续5秒。敌人进入黑洞后受到3秒控制时间，并且黑洞内的毁灭效果会使目标防御力减少 20%， 效果持续30秒。控制期间的攻击手段有概率能攻击到黑洞内的敌人。组装时间15分钟，冷却时间22小时。15分钟组装时间，人家圣言法师随便吟唱几秒钟就能形成一个巨型龙卷风来控怪。15分钟时间足够人家清空3次蓝条了，你还蹲在那组装呢？还好哥们是科技先驱，我给净化。升级后看着技能属性，周涵人都麻了。这次不光是组装时间变没了，甚至可以提前开始储存技能次数了，连牵引力都进化成了超强，更别提80%的减防，没有任何一个技能可以做到这么高的百分比减防。技能直接变成了无敌强控、超级巨怪、逆天减防为一体的究极技能，甚至控制期间不受到任何装备、技能、天赋的减控效果，甚至可以零 MS 释放10个黑洞，将对方死控制住100秒的时间。别的不说，副本开刷。我和周涵无冤无仇，甚至每天都互相问好。我为什么要痛下杀手？我只是去取电视，结果那个女人突然冲出来乱砍一顿，我只是被动防御。看守所内，醒来的王栋一口咬死自己是出于正当防卫才动手的。蓄意谋杀可不是小罪，能甩锅就先甩锅。再说了，自己表面上和周涵没有任何恩怨，根本没有合理的杀人动机，你们查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那你的意思是你是无辜的，都是另一个人的错，对吧？当然，我可是一个遵纪守法的良好市民，没事的时候还帮隔壁的刘寡妇疏通下水道。原来如此，看来是我冤枉你了。砰！没事儿，都是一场误会。那咱们就换个地方聊。片刻后，咣当，牢门被人用力关上。王栋看着这间由特殊材料打造的房间，人麻了。这里是专门关押重刑犯的特殊监狱，由特殊材料打造的牢房，任何职业者都逃不出去。说好换个地方，结果把自己换到监狱里来了。我现在给你一个打电话的机会，通知家里人，毕竟你下半辈子应该只能在这里待着了。什么？你打不打吧？打，我打。他没有选择通知家里人，而是呼叫起他在首都工作的队长前来救命。你说你带队，可是你是最弱科技系啊。虽然你升到了27级，但血腥圣所裂缝推荐35级才能去的。我可是科技系男神，带你还不是简简单单，就差一个人了，帮忙组队凑个数吧。就你，科技系男神可是个大人物，怎么会在这鬼鬼祟祟拉人打裂缝？我可没兴趣去送死，拜拜。你好，请问你是不是要去打血腥圣所裂缝？你都45级了，还来打这里？对呀，因为这里报我的转职凭证。放心，除了转职凭证我什么都不要，而且我的战斗力很强的。行啊，你申请加入队伍吧。那我就进了啊。OK 了，没问题，开刷。刚刚这声惨叫意味着裂缝正式开始了，我们需要推进到那座教堂里，破解机关，然后击杀 BOSS。基于办案这时才注意到这个美貌少女，竟然是45级大佬队长，你的面子怎么这么大，能让45级也来这里？不愧是队长，人脉通天啊！看来论坛上说的没错，队长真的是一个超顶级富二代。45级放在外面已经是人上人了，这些冷门职业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和45级的职业者组队。除去周涵的面子外，他们想不到对方为什么会加入这支队伍。别说虚的了，咱们还是开始吧。等等，就这么开始了？不然呢？这里可是35级的裂缝，难度比副本要高出许多。
就这么没有丝毫准备开打，即使你是科技系男神也会陷入凶险境地。我虽然是45级的隐藏职业者，但是我保护不了你们9个人。没错，他知道周涵的身份，因为他就是被周涵一板砖拍晕过去的红发少。就在王栋偷袭他的那天晚上，他想单独和周涵接触一下。如果周涵真的有这么恐怖的实力，就先拉拢住，以免被其他国家的糖衣炮弹捷足先登，导致华夏又少一个顶尖战斗力。在来到修理店门口后，他竟然发现了隐身的王栋准备搞偷袭，情况紧急之下，他只能破门而入阻止对方，结果就被周涵一板砖拍晕了过去。本想着等风波平静下来再和周涵解释一切，只是没想到今天居然在血腥裂缝这里碰到了他。出于对周涵安全的考虑，还有尽量获得好感的前提下，他还是加入了队伍中。开搞最少也要释放增益状态后再开打吧，总得先加 buff 呀，对吧？也对，你不说我都忘了。包子呢？来了。走，开刷。走喽，开搞。等等，你管这叫加状态？是啊，差不多就行了呗，真不用那么谨慎，一个35级的裂缝而已。不要小看血腥圣所裂缝，还是我来给大家加状态吧。圣洁余晖，您收到了圣洁余晖的祝福效果，受到的伤害减免 15%， 每30秒恢复最大生命值 5%。光翼附体，您收到了光翼附体的增益效果，全速度上升 20%， 受到攻击时有 5% 的几率闪避这次攻击。天使庇佑，您受到天使庇佑的加成效果，获得5000神圣护盾值，护盾值消失时爆炸，使附近的目标进入眩晕状态。灵眼祷告，波利斯斯，辉光降临，神圣。在接连释放了10个强力的增益状态后才停了下来。可惜我只是个战斗系，增益技能的效果还是太差了。什么？你说你是战斗系，不是辅助系？谁家战斗系有这么多辅助技能啊？只是打个裂缝而已，真不至于这么慎重吧？我说，这次能开打了吗？可以了，不过大家小心，前面的草丛里藏着第一个小 boss， 血量在15万左右。我先放一个技能压低他的血线。神雷裁决。他现在不会攻击，而是在召唤狼群，快围到我身边来，我来保护你们。你们这是干什么？还是我来吧。不是不相信周涵的实力，现在周涵的等级太低，属性点不够多，对技能威力提升有限，而且他那把圣灵级武器也不能装备，这样一来他的技能对怪物造成的伤害会非常低，而且这些小怪是会根据伤害量吸引仇恨的，如果自己不先打一发群体攻击，让他们将仇恨目标集中在自己身上，周涵很有可能会被冲出来的狼群秒杀，太危险，要想保护他的安全，就必须由自己来扛怪。那好，你来配合我，我先吟唱一个龙卷暴风雪技能，然后你再释放技能补伤害。龙卷冰雪。虽然伤害比单体技能低上许多，但好在仇恨值都吸引到身上了，接下来他再怎么释放技能，伤害也不可能有我高，仇恨值转移不过去。真是有够华丽。可以了，咱们2个快点打输出，你不给我罪。你配合我输出这句话，还没说完就硬生生的卡在了嗓子里。看到那15000的伤害数值，冰焰魔女只感觉嗓子一紧，她的三观如同狼群刚才身上覆盖的冰雪，全都被周涵一发核弹轰着。其余8人看着他脸上凝固的表情，同时点了头。习惯就好了。小心，还没结束。每只巨狼的血量在3万左右，而且他们还自带被动技能，嗜血，血量越低，速度越快。我们的技能轰掉了他们2万左右的血量。接下来才是最危险的时刻，糟了，仇恨目标转移了，神圣壁垒。可恶，原本准备在最终 BOSS 才释放的神圣壁垒，没想到这么早就用掉了。正当他挡在周涵身前，再次开始吟唱大型技能时，狼群跑入了绿色的辐射区域，受到了 5% 最大生命值的掉血伤害。还没等他们跑到神圣壁垒跟前，1万的血量就已经清空，纷纷变成了白光消失不见。这层光罩是干什么的？还好有惊无险的处理掉了小怪，没想到他的技能竟然这么强，可惜冷却时间一定很长，那接下来的 BOSS 战只能靠我了。乖乖，这才是小 BOSS， 大 BOSS 得是什么样？好吓人，估计一爪下来我就会死，感觉比岩氏傀儡和他比就是地中之地。
你快去滚飞洞里面待着吧，别在这里绕。牛肉焰火。哎，小 boss 呢？闹呢？还有面前的这个大黑蛋子是什么东西？往黑洞里轰，我给压控住了。你这也太谨慎了，相当于用大炮打蚊子了。有这么强的技能，留着到最后 boss 用不香吗？我最强一击伤害怎么那么高了？难道我这么强的吗？我是不是又觉醒了什么奇怪的天赋呢？也没有啊，难道是那个黑洞的增伤效果吗？简直太恐怖了，几乎将我的伤害放大了几倍，控怪增伤，简直就是神技。只可惜科技系的技能冷却时间太长了。哎，我们原地休整一下，我的技能冷却很快，3个小时以后就可以继续打了。3小时，我们直接打吧，不需要等技能冷却。不可以，第2个 boss 非常难缠，我必须保持自己是在满技能的状态下。你去干什么？我们要一起走。大姐啊，我是真的服了。我要去找个没人的地方尿尿，要不你跟我去啊？那你快去快回，千万别去围墙里面，第2个小 boss 就在那边呢。行，我绝对不去那边。开玩笑，等3个小时，有这个功夫，我早把次数刷完，然后修几台家电，不香吗？你自己在那等技能冷却吧，我先单刷了。大佬，接下来的小 boss 厉不厉害？是啊，刚才的狼人就够恐怖的了，第2个岂不是更强？大佬快说说，我们好有点心理准备。第2个小 boss 非常厉害，他就在围墙后面的花园里的石像上，但只要从花园里找70朵白色玫瑰花，这样再去触发小 boss 的话，就可以将他的实力限制在1/3的状态，算是隐藏机制吧。如果没有找齐直接触发 boss 战呢？那么他将会进入狂暴状态，非常危险，我们很大概率会团灭。鲜血的味道。你是吸血鬼？姐，我忘水洗你甜美的血液，我讨厌白颜色和玫瑰花的血液。什么鬼玩意儿？那你喜不喜欢砖头啊？我渴望鲜血。哟呵，场面倒是不小，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最终 boss 呢。血量竟然比隐藏 boss 还多，不愧是裂缝，就是比副本雕，不知道爆率怎么样了。为什么会这样？周寒尿哥尿的功夫竟然把小 boss 触发了狂暴状态，他难道迷路了吗？切换认知形态。别怕，我来了。你哪位？哦，竟然是你！我说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没想到你居然被放出来了。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你快跑！跑！刚才的人头都让给你了，这个该给我了吧？我缺经验啊！你缺经？你是不是缺心眼？哎，你这人不给你人头就骂人啊！小心烈焰重斩！姐，技能效果确实很帅，有种野性的美。血之巨献。无敌机制，它正在向着恐怖的第2阶段转变。等你变身结束，我就狠狠地喂你吃核弹。1阶段就如此难缠，等对方2阶段变身完毕，自己必死无疑，所有人都要死在这里。他想起自己还剩1张特殊通行证，这是华夏国耗尽近乎1/3财力购买的5张通行证，分别给予了5名国战队员保命使用。你拿着这个先退出裂缝，剩下的就交给我吧。一直不能移转，我的等级被限制在45级太久了。作为一个全球唯一的隐藏双形态职业者，拥有可以自由切换2套装备技能的超顶级天赋，我的移转凭证根本没有爆出来过。既然如此，不如将周寒送出去，等他成长起来肯定会比45级的自己要强上许多，在国战中发挥的作用也比自己要强。出去以后帮我带个话，就说我不想再拖大家后腿了，以后就靠你。麻烦让一让啊，别挡着我打 boss， 我可不想退出去浪费次数。说真的，剩下的还是交给我来吧。队长，发生什么事情了？刚才我们看到一道红光顶着怪物冲上天了，那个怪物变身的时候吓得我腿都软了，那压迫感简直太恐怖。小 boss 而已。在你眼里，真的是小 boss 吗？
这种狂暴状态的小 boss 实力甚至已经超过被隐藏机制削弱过的最终 boss。自己45级，全球唯一双形态隐藏职业，全胜状态下单挑这种 boss 都是十死无生，根本没有活下来的机会。在你一个27级科技系眼里，他只是一个顺手解决的小 boss。是我疯了，还是这个世界疯了？出街上，周涵一人2枚核弹，直接把第2个 boss 变成了一道白光，吓得冰焰魔女的长剑都掉到了地上。随后等人直接走进了教堂。教堂大厅内幽暗空旷，唯一可见的物品是放置在最内部的一口漆黑棺材，地板上有10几道凹陷下去的沟渠，蜿蜒爬又从棺材下方延伸出来，遍布整个大厅。地上的沟渠其实是一幅迷宫地图，我们需要找到能完整连接棺材下方的10条沟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触发 BOSS， 阻止他吸收鲜血而进入狂暴状态。你在干什么？疯了吗？我奶奶说了，看见棺材这种东西不吉利，我想着把它砸了，有什么问题吗？还好你没触发机制，要知道，如果我打开棺材板，你做错了。周涵走到前面，手里拿着板砖狂摁砖头，走向了棺材。别瞎搞了，这不是闹着玩的。哎，算了吧，他还是个新手，别责怪他。没听说过盖棺定论这句话吗？只要盖子盖不上，这就不是棺材，你得瞄着棺材板砸。妥了，不吉利的东西已经没了，接下来的 BOSS 肯定大爆，说不定又能出一件圣灵级装备。连队长太厉害了，大爆！提前打开棺材 ，BOSS 会进入狂暴状态，所以你们根本没有听我说话，对吗？果不其然 ，BOSS 进入了狂暴状态，随着一声巨响，棺材猛然天一散开，一只面容俊美的年轻男人骑在那里，他用红宝石般的猩红双瞳扫视着人群，嘴角微微翘起。竟然打扰我的成年人类，准备迎接一只黑洞骷髅的指甲将他的紧接着一朵朵在升起。好在这栋建筑是处于无敌状态中，让他可以随心所欲释放核爆。不愧是狂暴状态的最终 BOSS， 已经被减掉80%的防御力后，竟然还这么能抗。蝼蚁，我要把你！狠话还没说完，周涵立马又一把猛烈黑洞将他控制，约着蹲在地上开始释放核爆。控制时间很快结束 ，BOSS 刚刚出来，脚都没来得及挪动，又被突然出现的黑洞吸了进去。冰焰魔女嘴巴微张，一脸呆滞的站在周涵身后，一头红色长发被核爆产生的气浪吹动的上下翻飞，她的三观已经被震得稀碎无比。见过打 BOSS 的，没见过用这么蛮横不讲理的方法打 BOSS 的。这种无视任何机制的打法简直骇人耸听。自己先前的小心谨慎还有舍命救人，在这一声声的核爆中显得是多么滑稽可笑。难怪你先前这么谨慎，原来最终 BOSS 这么能抗，即使是我也得再来几轮核弹才能把他炸死。呵，是呀，真是辛苦你了呢，大神。大神谈不上，我只是个帅气的家电修理工而已。恭喜您升到28级，队伍刷新了血腥圣所裂缝的通关时间，已自动将您的通关记录更新至全球排行榜，请选择您的奖励，奖励1 5，奖励2 5。什么情况？检测到击杀坎贝尔子爵狂暴形态，检测到击杀加百列侯爵狂暴形态，检测到通关时间为10分钟内，检测到队伍内有1名隐藏职业，检查到2名队员各自的累计伤害超过30万，条件符合。隐藏裂缝起源45级已开启，正在进入，请稍后。这个隐藏裂缝是什么？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呢？周涵带着疑问看向冰焰魔女，他发现后者正一脸惊恐地看着自己，精致的五官几乎要扭曲到一起。是我害了你们，我们都会死在里面，对不？话还没说完，他们10个人变成白光，进入了隐藏裂缝之中。与此同时，全球所有职业者的光脑上收到了信息：暗黑地狱之门。竟然是45级的隐藏裂缝，科技系男神必死无疑。我们现在出去蹲点等他们死，然后我们拿下手通奖励。好，走！华夏国估计气的鼻子都要歪了。哈，我们走。他和4名队友同时掏出 VIP 安全通行证，直接退出了副本，放弃了这个已经打到一半的 BOSS。西巴，居然是隐藏裂缝！这次的手通必是我泡菜国，那个叶南天敢笑话我是人造人，这次必须狠狠打他的脸。看什么看？快给我准备车，让我的队友准备好。父亲，这次我肯定会带人拿下隐藏裂缝的手通奖励。因此，为樱花果争光就是你的宿命。你与剑道间的羁绊和燃烧的意志，
足够支撑你一往无前。是，不只是他们，恒河国、英国、铁塔国，几乎实力靠前的那些国家都开始了人员调动，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光脑提示，科技系男神已经暴毙在隐藏裂缝里，就是开始争夺45级隐藏裂缝首杀的时候。朱接上回周涵等人意外入花隐藏副本，其他各大师则都准备等周涵隐恨在里面，然后争夺首次通过角。给这华夏机密会议室中的气氛已经降到了冰点。现在怎么办？还能怎么办？隐藏裂缝不能使用 VIP 按全通行证退出来。一帮20多级的小家伙，就算就有45级隐藏职业带队，隐藏裂缝也不是他们能够通关的。对，所有国家都已经出动顶尖队伍，就等着科技系男神他们死在里面，然后争抢裂缝首杀的位置。冰焰魔女作为国战队的核心成员，以后如果成功一转的实力不用多提，她死掉相当于少了一个强力队友。周涵作为一名潜力无穷的新人，以后是能为华夏国最顶尖战斗力的存在，甚至自己这个华夏最强的人以后都要给他让位置。只是没想到他们竟然会出现这样的意外。隐藏裂缝的开启条件极其苛刻，真没想到他们居然意外开启。看来让叶若去保护他是个非常错误的决定，或者就不应该让他们自己去升级。现在也联系不上裂缝里面的叶若，联系上有什么用？你打过隐藏裂缝，还是你能帮他们出主意？奇怪，其他人去哪了？还好切换了近战形态，如果是另一个法师形态，这一击可能会直接要了我的命。那只人形蝙蝠竟然先前的狼人 BOSS 还要健壮数倍，力量与速度更是成倍的增长。在这种恐怖至极的实力面前，自己根本没有还手之力。除去各国顶尖战力的配合外，任何团队进入这里都只是送死而已。要不是自己，周涵他们或许不会在这里送命。冰焰魔女再次追向了那只蝙蝠怪。此时，剩余的8人在一侧聚成一团，瑟瑟发抖。这种程度的战斗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的认知，他们甚至看不清怪物的动作。他们内心这时只有一个想法：队长去哪了？此时的周涵已经来到了轰出烈焰斩的地方，他这才发现刚刚并不是冰焰魔女释放的禁令，而是一个全身都笼罩在飞袍中的人，正在和一只人形蝙蝠对轰。我丢，这一件45级罕见装备最少值10多万，比我昨天一天来的钱都多。捡完箱子最后以3件罕见装备、1件稀有武器的傲人战绩收场，居然是一只金发碧眼的红唇的御姐属性的圣天使，堪称对男性生物杀伤力为999的恐怖生物，无数 LSP 宁愿死也想要见上一面的存在。没想到现在竟然活生生站在自己面前。开玩笑，这我不得在光脑上炫耀一下。传承者，你在干什么？传承者，阿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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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巴币巴巴币巴巴币。周涵跟圣天使交谈了半小时后，心里大受震撼。面前的圣天使是一个类似转职导师的角色，只要帮助他消灭那个巨大石碑下方的最终 BOSS， 他就可以让自己进行隐藏职业的一转。也就是说，这里是一个专门为隐藏职业转职的裂缝。可我并不是什么隐藏职业，我只是一个最弱科技系而已。而且帮你消灭最终 BOSS 听起来很危险，要不我去找队友来帮忙。不会的，只有最强的人才能遇到我。传承者，还请你帮我消灭那个邪恶，只有你能帮我，只有你。现在就带我去，不就是最终 BOSS 吗？就算是神，我也杀给你看。辛苦了，传承者，我们马上就要到达最后的地点了。看着面前这个兼具力量与美感的圣天使，周涵脸上带着略显失望的表情，点了点头。本以为这个圣天使能和人正常交流，没想他除了说消灭邪恶的事情以外，根本没有其他额外交流的意思。这个圣天使只是裂缝里生成类似于 NPC 的存在，亏自己看着他当时楚楚动人的样子，一上头就答应他来消灭最终 BOSS， 结果连个名字都没问出来，更别提偷偷想着主动缔结契约的事了。传承者，请过来一下。您受到了圣天使的至高祝福，所有技能冷却时间已经重置，所有状态已经完全恢复，所有装备冷却时间已经重置，所有称号技能冷却时间已经重置，所有核心天赋冷却时间已经重置。好家伙，圣天使除了帮我把泯灭黑洞的10次储备加满以外，
剩下的祝福是一个也没用上。想到自己最后击杀 BOSS 的转职，也肯定用不上到头来白忙活一场。想法，周涵对着近在咫尺的圣天使，顺势伸出双手直接摸搂了上去。传承者，你在干什么？啊，我在帮你检查你有没受伤。谢谢你。不客气，不客气。来，转个身，我再检查一下后面。走吧，是时候消灭邪恶了。准备好，我要打开结界。没想到你还挺强的，这种级别的 BOSS 自己能打得过，就冲这3个状态也打不过。果然，圣天使身穿的银甲染上了一层鎏金纹理，就连那双白衣上面都带上了金色纹理，那双瞳孔变为了燃烧的黄金瞳。我们上。你搁这演我呢？外表看上去这么厉害，上去就刮痧。过来领死！你过来呀！原来是这样，开什么玩笑？一套引以为豪的0MSG 打下来，对方只用了1秒钟就已经将血回满了。这 BOSS 不打也罢，溜了。周涵看着不远处正看向自己的圣天使，于是对他轻点了下巴。哎，传承者，你去哪？去哪？当然是跑路了。不可以，结界已经撤掉，必须在这里将他击败。我先上，天堂裁决。怎么才能把这个家伙干掉？咦，原来这就是你的弱点。核弹形成的辐射区域直接铺在了新王后裔的脚背，每秒5%的最大生命值伤害，经过超生命力恢复4.5%的抵消，仍然能造成每秒0.5%的最大伤害。只要在脚背上一直维持辐射区域，那么将会在800秒，也就是13分钟后成功干掉对方。我真是太聪明了。我不信，新王后裔头顶不断满分，负1875点的伤害值。另一边，星条国，老大不对呀，时间都过去了1个小时，怎么科技系男神还没死在里面？才1个小时急什么？忘了当年手通35级隐藏裂缝的时候，我们打了4个小时吗？可是老大，科技系男神在论坛里发帖子是什么意思？感觉他一点也不害怕的样子。哼，死到临头还不知道而已。你看现在他还发吗？最多半小时以后我们就能听到他的死讯了。棒菜国，宋仲虎坐在一张便携椅上，他身边还站着4名身材劲爆、面容秀美的队友。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哪个女团成员，此时正对着光脑论坛里的圣天使照片流口水。打西巴，这脸型，这身材，这气质，西巴，赶紧给速度死掉！我已经等不及进去将圣天使小姐缔结契约据为己有。华夏内最高机密会议室，几人外加许多专家以及侦探围坐在桌前，正在紧张忙碌地研究着周涵发出的照片。因为隐藏裂缝里不能进行光脑通话，但是却能在论坛里发出帖子。科技系男神一定是想通过照片给我们传递一些隐藏提示，全部抓紧时间研究，必须在其他国家破解之前得到有用信息。15分钟后，被修脚修麻的新王后裔血条最终被周涵彻底清空。他发出一声不甘怒吼，倒在地上，被白光消散。到死也没明白究竟是谁在攻击自己，而负责吸引他攻击的圣天使此时灰头土脸。新王后裔的攻击和技能很强，导致他现在的样子狼狈不堪。刚才还真是一场惊险的 BOSS 战，连我都差一点受伤。是啊，传承者，刚才还真是惊险呢。恭喜您升到30级，恭喜您升到31级，主属性智力加20，获得可分配的自由属性20点。恭喜您完成隐藏裂缝，几元，现已全球播报，具体奖励请截图细看。伤害增幅100%可以理解为一次暴击，普通攻击时有几率暴击很常见，但是技能可以暴击就很不常见。虽然只有5%的几率，但是我的所有技能几乎没冷却时间。先不说核弹恐怖的威力再次翻倍，就单单黑洞的20秒控制时间就骇人损听，赚大发了。
恭喜华夏国职业者科技系男神带领队伍通关45级隐藏裂缝。启言：隐藏裂缝入口已经关闭。作为全球首通队伍的荣誉，下面将播报队伍每位成员在裂缝中的英勇表现。科技系男神伤害量排名第一，控制时间排名第一，击杀怪物数量排名第一，最终 BOSS 伤害量为 99%， 团队贡献率 99%。叶落若雪治疗量排名第一，团队贡献率为 1%， 其他人无。合着我们8个的名字统一变成其他人了。还有，原来消失不见的队长是自己单挑 BOSS 去了。我从来没有感到过1这个数字是这么刺眼，而且被系统播报原来是这么的羞耻。杀人还诛心啊！我可是战斗系职业者啊，为什么成治疗量排名第一了？还有，这个团队贡献率为 1%算怎么回事？是想让全球职业者都知道我只是一个纯混子吗？你让我作为全球唯一双形态隐藏职业的面子往哪搁啊？接上回，周涵等人跟关野此关键全球播报，而周涵则成为了全球各大势力的争抢或者打击的目标。西巴一定不能让这个科技系男神成长起来。刚刚打定主意耍阴险手段的宋仲虎，转念一想后，忽地又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哈哈哈！国籍嘛，又不是不能改，我只需要把这个怪物拉拢过来，泡菜国以后稳居世界前5。父亲，我让你失望了，我没能进入隐藏裂缝，替樱花国拿下首杀奖励。我愧对这个国家，只能剖腹自尽了。英子，我感受到了武士道精神，这次错不在你，解错道还是留着下次再用吧。是，父亲。既然华夏国出了科技系男神这样的强者，国战恐怕会产生很大变动。我会拼命升级的，父亲。从今天开始，我会去单杀55级副本，在生死之间磨练剑道。英子，你再怎么磨练剑道，也不可能有他强大。只有一个办法能保住我们国家的位置。英子，你有为了樱花国献出自己的觉悟吗？我时刻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那就由你去拉拢科技系男神，让他想办法加入我们的国籍。或许在父亲眼里，我10几年的剑道磨练根本没有胸前的肉有作用。英子脸上带着失落的表情，点了点头。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没有应答父亲的话。我嫌伊朗纵横一生，最大的败笔就是只生了个女儿。如果是儿子的话，现在一定会帮我们樱花国争光吧。然而丽花英子和他父亲并不知道，周涵可是用搬砖拍女人的存在，没人迹，不好使。不只是泡菜国和樱花国有所行动，大熊国、铁塔国、英国等墙头草国家的顶尖职业者纷纷发来贺电，扯了大半天闲话，想要加深一下感情，俗称混个脸熟。开玩笑，我叶南天虽然不修边幅，一脸乞丐模样，但是这也不代表着我就是个傻子。现在想起来联络了，我华夏国排名靠后的时候，也没见你联系我加深感情啊。现在想起来是不是有点晚了？所以我们现在怎么做才能让周涵留在华夏国，而不被别的国家引诱过去？这个必须从长计议，先把周涵的消息彻底锁死，绝对不能让其他国家知道他的身份、他的人身安全、身份信息等所有一切，必须完全掌握。派人把血腥圣殿裂缝附近的人都驱赶走，再调查他另外8名队友的信息，让他们签保密协议，绝对不能泄露有关裂缝里的任何消息。与此同时，回到教堂的周涵看着跟着一起回来的圣天使，有一点他很疑惑。这个类似 NPC 的助战人物，为什么没有在完成使命后消失，或者向自己说一些感谢的话，反而跟着我一起回到了教堂这里，跟木头一样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忽然他注意到圣天使那双闭塞的眼睛好像冲着自己这边微微挪动了一下。周涵反手戴上观察者墨镜，对准圣天使开启了观察技能。这时圣天使忽然转头直勾勾地盯着周涵，一个极长的血条突然从他头顶冒出，周涵立马谨慎地向后撤了几步，与对方拉开距离。这时圣天使身后的翅膀身影刹那间消失不见，身上狼狈的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痊愈完毕，紧接着他整个人的气势抖动。恭喜您破解隐藏线索，成功触发起源裂缝特殊试炼模式，光与爱的试炼已激活。队伍内的每名成员有1次机会挑战堕罪天使，挑战失败，强制传送出裂缝，不受任何死亡惩罚。挑战成功，可将当前转职替换为随机隐藏职业，获
或开启一次无消耗一转王座，难度为动态模式及根据挑战者各项数据自动平衡难度强弱等。开启倒计时300秒，可将当前转职替换为随机的隐藏职业，这是什么垃圾奖励？如果成功从科技先驱转职为隐藏职业，那么职业的核心天赋会发生改变。先不说自己现在的2个毁灭级技能会不会消失，单是没有了科技先驱可以进化技能的核心天赋，以后就没有机会再将技能进化为独一无二的毁灭技。再者就是无消耗一转，自己已经有了万能一转凭证，这个东西是更加用不上。队长，你这也强得太过分了吧？那么大个 boss， 你说刷就给刷了，我愿意称队长为最细的男人，细心的细啊。是啊，换作是我打完 boss 肯定退出去了，谁还顾着留意给自己助战的 NPC 啊？简直太恐怖了，他才32级啊！叶若，现在不是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必须和他们解释清楚动态难度的事情。或许华夏国这次能多几个隐藏职业，提升整体实力。哈欠，挣了这么多钱，今天晚上吃点什么好呢？倒计时结束，当前试炼者黑暗召唤15秒后进行传送。加油，必须给他拿下！我们约定好了，大家一定要转职能隐藏职业。出来吧，小石。黑暗召唤试炼失败，已强制传送出裂缝。对，这个就是刚才的最终 boss， 叫什么新王后裔来着？看来这场试炼确实有些难度哈。周涵看着里面岩石傀儡炸开了一堆堆灰色碎石，像极了燃烧殆尽的木炭。我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了？是不是有什么隐藏打法？我知道今天晚上吃什么，晚上就吃烤全羊。接上回，周涵意外触发一件事，就在召唤女被击败。周涵接过了从天上飘下来的一根羽毛。我靠，羽毛被契约之书吸收了。圣天使真的能够被契约？契约之书是根据投入的装备品质和类型来决定契约之灵的种类、职业、资质等。只要自己不断的向里面投入羽毛，当喂养值完全被500根羽毛填满后，绝对会召唤出一只完整的圣天使契约之灵。回过神来的周涵，他发现这里只剩下冰焰魔女，其他人全都试炼失败，强行传送出了裂缝。趁着现在有空，周涵把这次的通关奖励领取了。恭喜您学会圣灵级被动技能绝境病毒，每损失 33% 的血量值，自动注入一次绝境病毒。绝境病毒可以将4项基本属性中最高的一项，按照 33% 的比例加成至其他基本属性，其中不包含体力。绝境病毒在血量恢复 33% 后自动清除一层，最大叠加次数为3。管你什么属性点，我全都加智力。既然要想输出，那就要做到极致。在触发3层绝境病毒后，敏捷和力量同样也是300多。这导致他到现在算上鞋子增加的500点血量，也才1200血。由于是越级打怪，在这种动辄就掉几千血的裂缝中，挨上小怪一下就会当场暴毙，好像根本来不及触发3层绝境病毒。周涵在直接的至高次能进化时用到了上。好家伙，竟然拥有无敌机制的技能！他立即打开光脑背包查看起来，交易行搜索至高技能进化时没有此物品。他又试着查询了一下历史交易记录，发现确实有一枚石头被拍卖过，成交价为267亿联邦币。没什么大不了的，才200多亿。267亿联邦币，一生一世花不完。吃烤全羊，吃1只扔2只，吃2只扔4只。最终还是败了，我这辈子也不可能一赚了。叶若，都怪你自己不够谨慎，要是多带上50瓶 HP 恢复药剂，结果或许就不一样了。为什么我的失败会让他这么伤心？难道这场试炼是他花了很大代价才帮我争取到的？我和他才刚认识不久，为什么他要为我这样做？他难道喜欢上我了？肯定是这样，怪不得他总是在关键时刻才出手帮我。哭什么哭？真是的，我还没有放弃呢，我今天必把他斩掉。可惜他的声音被防护罩屏蔽，没有传出来。周涵只看到他冲着自己喊了几句什么话，便冲向远处的剁嘴天使，激战在一起。你到底行不行啊？不行就快点放弃吧，我着急试试刚花了297亿学会的技能啊！什么？脸上的跃跃欲试还有那幸灾乐祸的表情又是什么意思？他不应该为我的失败而难过到无法呼吸，甚至跪在地面上痛哭流涕才对吗？冰焰魔女试炼失败，已强制传送出裂缝。可算是轮到我了，你的技能确实很华丽。给我冻住，极寒吐息。
虽然只有5秒的时间，但足够周寒冲到王座附近。就在周寒准备释放黑洞将他控制住时，突然堕罪天使抬手指向周寒，指尖闪过一丝丝数据流。这不是快速检查吗？我修家电的时候确定哪里坏掉了的技能。就连堕罪天使释放完技能后都愣了一下，突然他手中突然多了一把扳手和一个改锥，一些精密的零件凭空出现，他随即用扳手和改锥开始稀里哗啦组装起来。按照自己的模板变成了一个科技系，但是却不能效仿自己的2个毁灭级技能，所以他现在只是一个威力加强版科技系，终究逃不过技能释放慢的致命弱点。最弱科技系，名不虚传，给我整热血沸腾的，结果就这。别看我，科技系就是这样了，一旦开始组装，技能不可以中断。来到对方后部，看着那2扇门，周寒双手交叉上伸了个懒腰。那个，你先组装吧，我借你点羽毛用用。说完，周寒伸出罪恶的双手，开始硬薅对方翅膀上的羽毛。契约之书的吞噬值已经暴涨到了205%，再有几分钟就能加满，薅它。切换什么？泯灭黑洞。这刚才是给他秒了。太诡异了，还是薅吧。堕罪天使再一次被放倒在地上，没了动静。周寒这次明白了，对方应该是有9条命。是不是我薅羽毛什么的，意外触发了什么奇怪的难度呢？但是他为什么会这么弱呢？他猜的确实没错，刚才强行拔毛的负50并不是伤害数值，而是在减少着堕罪天使的理智值。理智值清空后，将迎来极其恐怖的情况。堕罪天使会根据已经挑战过自己的职业者，按照顺序进行加强版的职业切换，也就是说，周寒必须一打9个加强版的队友。接上额，周寒狂抛之。随着羽毛的减少，圣天使的羽毛也逐渐降低，彻底魔化成为暗波天使，同时职业也切换到队伍最强的隐藏职业，美感已经消失不见，有的只剩下滚。理论伤害20557，超绝境病毒注入1次，无敌时间已经生效，扣血已经抵消，实际伤害为-396。不疼，像是被小怪摸了一下的感觉。原本一剑应该爆砍我2万多的血量，结果被绝境病毒的33%掉血的无敌状态将剩下的扣血挡住了，直接爆砍了1200血的33%，那就是396血。我他娘真强！就在周寒和罪天使激战的时候，另一边冰焰魔女被传送出去后，立马被呼叫返回了机密会议室。你的意思是，他的技能没有冷却时间，范围巨大，伤害极高，控制力恐怖。他还特别喜欢我们，不是，我的意思是他很有爱心，还帮我们争取到了一次隐藏试炼。隐藏试炼？那是什么东西？没听说过。事情从这里说起，巴拉巴拉巴拉。你的意思是，他攻略副本的能力还极其远超常人，能发现一些极其微小的细节。那我们这边真的出了个怪物级别的职业者，但是他为什么5年来一直选择默默无闻呢？你们有没有看过武侠电影？里面有一种拥有逆天实力的人物，永远都是隐世不出那种，直到有危机的时候才会出现。你的意思是，难道？没错，距离野外的怪物暴动已经过去了半年，还有几天的时间就要再一次来袭。或许这次他选择出山升级，是要帮我们抵御怪物暴动。原来如此，他竟然有这种格局。他真的好温柔。温柔这个词好像用的不对吧？他好像不久前还用板砖拍你呢啊！韩蕊，那件事就只能拜托你去办了，委屈了。只怕他看不上我呢，毕竟我都27岁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在你们进入副本的时候，根据情报人员传回的可靠消息，樱花国或许会派人来拉拢色诱周寒加入他们的国籍，所以我们要提前动用美色破坏他们的阴谋诡计。与此同时，许久不见的王哥，也就是被叶南天他们给忘在脑后的小角色王栋，他已经被自己队长通过神秘的关系从监狱中捞了出来。听你说你是偷袭科技系男神失败才进去的，妈的，没想到竟然有人保护他，要不然我肯定一刀给压毙命。这件事情你就别想了，科技系男神现在可是大人物，咱们这些小角色给人家提鞋都不配。难道又发生什么事情了吗？这件事巴拉巴拉巴拉，你犯下这么大的事，你觉得我能捞得动你吗？难道不是通过你表舅的二哥的姐夫的妹妹捞我出来的？当然不是，我是通过我表弟的拜把子兄弟的妹夫的亲舅联系上一个大人物。可是对方为什么要捞我出来呢？因为对方想要科技系男神的身份信息，拉拢他换国籍。对方不是华夏人。
嘘，小点声，你就说你干不干吧，有好处给你。我可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华夏人，你要我出卖科技系男神的消息，让华夏少一个顶尖战斗力，做那种不忠不义不孝之徒？没想到王栋这家伙竟然还挺有骨气。得加钱，必须多多的加钱。杀！就在外面暗流涌动，试炼场内的鸡蛋还在传。随着刚刚在手炮不断冲击，过最天野线已经被周汉玩到了只能25%左右，20%你似乎是个零件。现在的他已经火力全开，战斗力甚至比冰焰魔女作战翻了3倍。超烈焰重斩，理论伤害负136125，超绝境病毒注入第2次，无敌时间已经生效，扣血已经抵消，实际伤害为负396。就不能乖乖的站在原地，让我把你仅剩的羽毛薅掉？超烈焰疾风斩，力气大了点，你不疼吧？只差9根，要不你还是下来吧，我站着不动，让你砍1剑还不行吗？理论伤害负236125，超绝境病毒注入第3次，无敌时间已经生效，扣血已经抵消，实际伤害为负396。嘿！自己掉下去的话，12滴血好像并没有多少几率能活下来。反正目的已经达到了，不如顺便完成试炼吧。刚才真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那么再见，圣天使小姐。恭喜您完成试炼。